中国初创企业全球化新篇章，从隐到显的身份转变。近年来，中国科技企业在寻求国际扩张时，常面临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策略抉择：是否应该淡化甚至隐藏其中国血统？过去去中国化似乎成为一种普遍做法，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、部分国家对中国技术抱持戒心的背景下，许多企业倾向于模糊自己的起源，以争取海外投资者和用户信任。然而潮水正在转向，一批崭露头角的中国初创企业在取得全球性成功后，正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。他们不再避讳自己的中国身份，反而开始将其视为一种潜在的竞争优势。这背后是产品实力在全球市场的硬核验证，以及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。以备受关注的 AI 领域为例，今年早些时候 DeepSeek 推出的 AI 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其技术实力本身就足以赢得尊重。正如一些创始人所言， DeepSeek 的成功证明了一点：只要产品足够出色，其中国背景就不再是必须遮掩的原罪，而可能成为实力的背书。同样， TikTok、小红书等社交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流行，也打破了中国产品不受欢迎的刻板印象，证明了用户最终还是青睐优秀的产品体验。我的观点是，这种身份策略的转变，不仅仅是市场环境变化的反应，更是中国科技产业自身成熟和自信心提升的体现。过去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依靠成本优势和供应链整合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开始在核心技术、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上具备全球竞争力。当创新本身成为最响亮的名片时，来源地的标签自然变得不那么敏感，甚至可能因为背靠庞大的中国市场和人才库而成为一种优势。这种新姿态体现在多个方面。一些中国初创企业开始更加积极地与国际媒体互动，推出英文产品介绍，这在以前是相对谨慎的。他们更倾向于公开利用中国的工程人才和成本效率等本土优势，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和遵守海外市场的法规，特别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要求，以避免遭遇像 TikTok、大疆、比亚迪等前辈那样严格的审查。当然，这并非意味着完全抛弃谨慎。很多初创企业在海外注册公司，并在当地建立运营团队。这种做法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方便融资、贴近目标市场和遵守当地法律，而不是彻底否定中国联系。例如，一些成功的应用如 RealShot 和 HeyGen， 虽然公开承认中国背景，但已将业务和部分员工转移到美国加州。正如分析师所指出的，这是一种融合了自豪与实用主义的策略。企业明白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存在，特别是在美国市场，监管审查是一道必须逾越的坎。因此，在强调自身技术实力的同时，通过本地化运营、遵守法规和塑造国际化品牌形象来降低风险，仍然是关键一环。比如使用更具国际辨识度的品牌名称，这并非是去中国化，而更像是全球品牌在不同市场采用本地化名称的常规操作。比如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名字可口可乐。从我的角度看，这种战略性的开放和本地化是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出海模式。它不再是简单的藏货瞒，而是基于对自身实力清醒认知，对目标市场深入理解以及对潜在风险充分评估后的主动选择。对于寻求国际资本的初创企业而言，透明且合规的结构往往更能赢得信任。总而言之，中国初创企业正告别过去那种略显羞涩的海外扩张姿态，在产品实力和创新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他们正变得更加自信地展示自己的身份，并将其与本地化策略相结合，在全球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当然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仍要求他们保持警惕和灵活，但这股拥抱中国身份的潮流，无疑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征程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
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